我们喜欢香港电影的朋友啊，可能会从香港电影里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你发现香港电影的演员里头啊，那个老戏骨特别多。就是我们看这某一部片子，看哎，又有这人，你看演的挺好，叫啥名呢？想不起来了。到下一部片子还有他，你发现他演的都是不起眼的角色，有的就是配角嘛，可是个个出彩，哪个人物他演的都准。你像这样的演员在香港非常多，比方说这个有个叫吴马的，一整演个道士啊，演个警察呀什么的。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还有像吴孟达这样的黄金配角，再有像秦沛，前两天大家看西雅图什么不二情书那个系列里边，他演那个爸爸，不要一直笑，我没笑，你就在笑。我笑怎么了？去蛮夷之地，以魑魅为躯，说的就是你老家。看老爷笑话，不守妇道，放在民国就是一纸休书。您笑吧，我见就香港这样的老戏骨特别多。那咱们今天呢，给大伙说一个呀，跟这些老戏骨还不大一样的，能称得上戏精这一样的人，谁呢？咱们有那么句话，说我呀一天天长大的，我不是被谁吓大的。咱们经常有这么句话吧，就显示男子汉威风。哎，今天我要说这个，你还真就是被他吓大的。为啥？这个人演了很多鬼片，就是你要一看他的形象，你想起他演的，你后脊梁都发凉。他在鬼片里演啥？专门演神神叨叨的老太太。这个人名字叫罗兰，他最擅长演鬼婆。经典的龙婆形象吓大了一代人，她成为永远的香港鬼后。几十年恶人形象扮演，她被母亲和陌生人骂。她扮演的鬼婆形象有何诀窍？顺风顺水的演艺之路为何被别人当街咒骂？鬼婆专业户为何让人觉得亲近？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罗兰不止片子什么7月13之龙婆，7月14，反正你一看他这形象，你能想起来，你一准看过他的鬼片，而且他一出场就能把你吓过去。他吓人吓到什么程度？不光是看形象，就是香港那出租车司机呀，有时候在那个电台里头听到他配音的声音，这司机就得把车停到边儿去吧，我缓一会儿，我缓一会儿，就能到这程度。就是他演鬼婆的形象深入人心。比较经典的是呢，他穿一身黑色的唐装，脸的光啊，不是说正常这打光，那种发绿的光。你琢磨琢磨，这老太太一脸绿色的黑唐装，半夜三更出来。再你看罗兰的长相，眉毛比较粗，眼睛大，就这五官当中就带着凶相。年轻人，你这个龙婆，为什么你要害死那么多人？我没有害人，就算你再怎么样帮他，结果还是一样的。你是说，我只是帮助那些该死的人，有什么不对吗？可是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一看就感觉害怕。我当年看他片子，就是真给我吓着了，就是7月13之龙婆。这个结尾呢，就说这个经常杀人的这老太太啊，为了自个儿子杀人，他演的，到最后算改邪归正了。就一门心进佛门修行了，我吃斋念佛了，不再做杀人的事了。结尾是什么呢？一个大的这个镜头像摇臂似的给过来，往进推拉摇椅往他这儿拉。这老太太干嘛呢？在庙里头敲磬子，汪，吃斋念佛了。镜头拉一点到他这儿。这个时候呢，他把脸侧过来，正对着镜头，然后冲着镜头笑了一下。我的妈呀！然后呢说。当时就经常，我当时看这片子，整个人这血就跟凝固了一样，太吓人了。这老太太演的。哄妈咪把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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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他演的这类角色，有人说不知道，说鬼婆好理解，就神神叨叨的女人啊，是阴阳两界来回这。说这龙婆是啥？叫7月13之龙婆。龙婆呢？其实如果要按大众理解来说呢，这跟巫婆差不多。她干的是什么活呢？
往来阴阳两界，这当然是迷信了啊！就说我把这死人能给你带回来跟你对话，或者我把你带过去跟另一界的人对话。这中国古代不是讲吗？三姑六婆是淫道之媒。三姑咱都知道，卦姑、道姑、尼姑。六婆是什么呢？牙婆、钱婆、湿婆、药婆、稳婆、媒婆。媒婆我们都知道，保媒拉纤的。牙婆是什么呢？女人贩子，牙婆。钱婆是什么呢？妓院的老鸨子，买卖妇女从事色情行业的，这位钱婆。稳婆是接生的。药婆是什么？给你下药干个什么的。湿婆是什么？就是我说的这类人，有点类似跳大神。所以你这不是想跟那界人对话，我跟捣鬼话似的，再给你领来，我一接神下来了，我给你带过来。龙婆也是这个意思，龙婆就等于湿婆。说白了，神神叨叨的角色，哎，这个罗兰就擅长演这个，而且演的是深入人心。就我说这个脸上绿光，一身黑唐装，经典形象。他在那个电影《阴阳路》里边就专门演这类的鬼婆，结果确实把香港人吓过呛。老婆婆，让我来帮你，这么晚了你还来捡汽水怪呢？年轻人，你怎么能看到我？那你真的要倒霉了。就很多人一看他就害怕，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万圣节，咱都知道，年轻朋友知道万圣节西方的鬼节，香港有个万圣节主题公园。你照理说西方的东西，你弄点吸血鬼、狼人不挺好吗？不是，把这罗兰找来了，您给拍一个形象代言，就把罗兰的形象放来，把不少人看了吓过呛，这比西方鬼吓人多了，这东方的鬼太厉害，就他能到这种程度。就我们说这个角色呀，没有大小，这个演员有大演员、小演员，有的演员不行，角色可无大小。就任何一个配角不起眼的角色，到你这活灵活现，那你就是艺术家。就是罗兰凭借着这样的角色，那可以说征服了几乎所有人。一演这个角色，有人就首先想到把他弄了。小姐，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没事就别再往前走了，前面很危险哦。有的人说，你说挺好个女演员，你要看罗兰年轻时候照片很漂亮，说怎么她演上这个了？而且一演到七老八十。罗兰是1934年生人，今年已经82了都，但是就几乎后半辈子他算净演这样角色。说一个好好的挺有风韵的女人怎么能演这个角色呢？咱从头说罗兰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这罗兰刚才我说1934年生人，生在香港。这个他成长的时候呢，香港其实已经是战云密布了。为啥呢？日本人那个时候要往南下打，要控制整个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以香港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下。他原来呢，刚出生的时候他家条件不错，他母亲呢是印尼的归国华侨，他父亲干什么呢？就给各个酒店呢准备什么肥皂啊、拖鞋、牙刷，说白了酒店用品的供应商。就家里虽然不能说大富大贵吧，小康没问题，可是日本人打来之后，整个香港的经济极度萎缩。香港沦陷之后呢，那时候罗兰正好是10岁出头。那沦陷之后呢，就整个这家庭生活，你想经济不行了，这酒店还开什么开？打仗谁来住呀？所以家道中落。而他爸爸这时候抽上大烟了，抽上大烟呢还不顾家，在外边找女人，把钱呢都往外边弄，所以这家里头已经就穷得不像样了。后来他爸爸呢没钱抽大烟了，说戒烟吧，也还戒出病来了，最后死了。所以他和他母亲相依为命，那过的香港底层平民的苦日子。那么等到香港呢把日本鬼子赶走了，这经济一点点复苏，到50年代的时候，这时候罗兰呢已经是15、16岁了，香港的经济开始重新振兴。那阵香港电影业就已经很蓬勃发达了，到了70、80年代，香港甚至有东方好莱坞的称法，就香港电影的质量上来了。那么弹丸之地，人口比较少，拍电影还需要大量的人。有这么一天呢，这罗兰跟着同学在街上溜达，那时候他不叫罗兰，他叫卢彦英本名。在街上转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巨物就过来了。哎呀，小朋友，当时他在这个10来岁，愿不愿意演电影啊？这孩子也觉得新鲜，说去看看去吧，拍电影挺新鲜。去了片场正好就缺群众演员，就一看这小姑呢挺机灵的，眼睛挺大，你给我们演个丫鬟吧。你不会演，不让你会演，你就是小姐那喊过来把这封信拿走，哎，
就一声 A， 把信拿着下去完事儿了，会吗？我试试吧。结果办好了上去，挺机灵，一条就过了。然后说你再串一个，在那个戏再串个丫鬟也过了。演了小半天呢，剧组给结劳务，给10块钱。罗兰乐坏了，为啥呢？那会儿香港的物价没到飞涨的时候，3块钱大概就能买10几个面包，能买米买面的。10块钱什么概念呢？够他娘俩1礼拜吃喝。拿着10块钱高兴坏了，没挣过这些钱。他后来就觉得这是个养家的好道，就不断往剧组跑。结果由于他很机灵，导演说什么很快就能领会，这群众演员就不断了。1个月这30天都有20多天泡剧组里头，而这片酬也上涨。刚开始1句台词，后来2句台词，3句台词。开始演的戏多了，一天有时候能挣20，能挣30，成了家里最主要挣钱的了。这个时候开始呢，有导演就相中他了，觉得你挺机灵，我提前把你签过来吧。签过来你叫卢艳英，这名太土气，一听不像演员，你改个名。说改什么？你叫罗兰嘛？为什么呢？香港在20年代时候有个明星叫罗兰，说你借他腕儿，他现在已经不在香港了，人家到美国住去了。哎，你叫他的名，人一想还有叫罗兰的，有关注度，有炒作点。这罗兰就开始演女2号，就这个第一反派。所以他一开始演戏，他就是演反派，但是演那种阴险狡诈的坏女人，演这个。当然他不是总演这个，一会儿呢他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到了50多岁的时候，80年代香港电影的黄金期，这个时候他片酬接的片子越来越多。除了我们说那些鬼婆类片，他还演了很多和蔼慈祥的母亲。他可不是光演这个鬼婆，就他的戏路很宽。你看，甚至他都已经快80的时候了，刘德华拍那个叫《桃姐》这电影，他在里头演一个，就真演当年的大明星罗兰，雍容华贵个老太太。去吃宵夜吧。好啊，好啊，走啊。嗨 ，Roger。哎，罗兰姐，电影很好看。谢谢。嗨，我干妈。哦，是吗？哎，有没有开车来啊？我车到了，送你一下吧。哦，不用了，就在附近，走2步就到了。那好吧，那我先走了。来，改天约你吃饭。好，拜拜。拜拜。就他的戏路很宽，只不过他为什么总演鬼婆呢？他的相眼睛大，浓眉毛，这有点凶相，就非常容易用他的脸这个造型呢，造成那种恐怖效果来。所以人家根据这个找他演这个鬼婆。他的演技宽泛到什么程度呢？在2000年的时候，有个片子叫《爆裂刑警》。《爆裂刑警》里他演个什么？演个老年痴呆的老婆婆。这2000年时候呢，他已经是66岁了，演这么个老婆婆，年龄感也出来了。这个老婆婆虽然有点脾气古怪，可是人本身呢就很温情。他把这老婆婆演的那种可敬、可爱、可畏呢劲儿全出来了。先吃碗面吧。四婆，不好意思啊。要不要啊？要。你记住吧。很久不见了，不知道大妹现在怎么样？怎么说也是亲戚啊，有空就去看看他们。她很可怜的。她本来是个配角，结果她凭借着这个角色《爆裂刑警》里这个老年痴呆的婆婆，得了当时香港金像奖的影后。我们都说影后是给女主角的，她凭着一个配角角色拿了女主角，就是大个充分认可，评委会认可，说这罗兰的演技是到家了。当然有人开玩笑说金像奖啊不敢不给，为啥？那些导演评委都看着他片子长大了，他净演鬼了，你这要不给他，他做鬼也不放过你呀。所以有人说害怕，这才给他，这当然无稽之谈，开玩笑。就说最终呢，大家对罗兰的这种演技是给予充分的认可的。就他干了一辈子，你看真是老戏骨。现在呢，这老太太呢，在香港很有地位。那比方说这个刘德华他们、古天乐他们一见面就得叫他一声罗兰大姐。在香港艺人搞慈善里边，他是拔尖的。当然，这我刚才给大伙说的只是他的电影里的角色，其实他电视剧里有一个角色更加深入人心。咱们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都看着这剧长大的，就是90年代96、97年那版《神雕侠侣》，大伙还记着吗？这个古天乐演那个杨过那一版，李若彤演小龙女。有人说那里边有这罗兰吗？你可能都不记着了，演裘千尺。
就是公孙绿萼他母亲，公孙止他老婆。公孙止为了呢跟自己的女人好啊，结果让裘千尺给收拾了，怀恨在心，把自个儿老婆打下鳄鱼潭，弄得双脚残废了。结果这裘千尺在里边待着的一股怨气，天天吃着枣度日，把这枣核往出吐，吐出练了一门枣核钉这个绝技。说当时就这样一个恶毒的女人，一肚子怨气的女人，找谁演呢？你怎么样啊？找罗兰演。这罗兰能把那丑劲儿，能把那怨气儿、怒气、鬼气都能演出来。哼！你竟然硬接我2颗枣核钉也不死！好，我看你怎么接我第3颗枣核钉！师母，师母。罗兰当时一看这角色呢，觉得很好，为啥能发挥啊？这角色，你看金庸原著里写凄厉的笑声，这人笑本来哈哈大笑，怎么能笑出凄厉的感觉呢？这人物值得琢磨。他对所有人都开始模拟这笑，哈哈哈哈！怎么叫凄厉？天天笑得跟精神病似的，笑了1个月把这感觉弄出来了。哈哈哈哈哈！今日擅闯绝情谷的人，我让你们全部都没有命出去！哼，臭婆娘，你想留下我没这么容易。结果在这部电视剧里，他这个形象给人带来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母亲那岁数挺大了，把他叫回家给一通臭骂，说这个 TVB 拍戏没人了，你没戏拍了，你怎么能演这个呢？这又丑，这人又可恨呢。确实，你看这个裘千尺，丑、可恨、恶毒，但是最后你发现这样的女人是挺可怜的。所以你看罗兰能拿捏动这个角色，你等到我们这头黄晓明那版的《神雕侠侣》找不着一样这样的人来演，所以咋办呢？找个男的演，那个男演员叫李宁，长得很丑，是个丑星，在这个《大宅门2》里边演那个娶了漂亮媳妇的金二，他是个男的，他戴上头发呀怎么啥的，就演这裘千尺反串。杨过见过裘老前辈。18日期限已过，你居然没死！我服了解毒良药，你的青花毒我早就解了。哼！你撒什么谎？你若真有解药，天竺和尚他们巴巴的赶来作甚？伏虎容易纵虎难，我这绝情谷岂是人人随意进出的地方？就是你找不着罗兰这样演员，所以你看罗兰这样的老戏骨，刚才我说温柔可亲的母亲能演，神神叨叨的龙婆能演，吓人的恐怖角色能演，阴险恶毒的女人能演，老年痴呆的婆婆能演，在她这领域之内，只要跟她形象吻合的，没有她拿不动角色，正邪通吃啊，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到她这都可以举重若轻的拿起来。所以我说香港的这个娱乐圈真真正正的是磨练人，就是大量的演员进入这个行当，然后最短的时间之内让你磨练出演技来，就他这一套的体验看来是比较成功的。就现在香港的导演大量北上，香港的演员也在北上，和内地的这个各个机构合拍片子，其实客观上把香港当年尤其是80年代的电影的精髓带到大陆来了。就我们现在看合拍片里边也有非常多的香港片的味道和影子，这个对我们的事业其实是个挺大程度的促进。那么当然就罗兰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可以往深入点说说。这个演员呢，谁都想成角儿，说这角儿是什么呢？角儿其实是极具票房号召力的艺术家，我们管它叫角儿。你比方说京剧演员里头多了，但真正成角儿的梅兰芳、马连良，就说白了，你在这一贴，说今天马连良唱戏，梅兰芳唱戏，这票就卖出去了，这叫角儿。就你指他能卖票。你看香港这里边说角儿，梁朝伟是个角儿，刘德华是个角儿，周润发是个角儿，成龙、周星驰这角儿。就你一说这电影，周星驰美人鱼，尽管这电影不是上乘之作，34亿票房，为啥？都冲着星爷。那成龙的片子、周润发片子票房保证，那《澳门风云3》烂到什么程度了？周润发来演来一样，这好几亿的票房。这叫角儿。角儿是什么？顶级的艺术家。但这类的呢，可遇不可求。就这都是有后天的经历啊，先天的天分呢，风云际会的一些际遇啊，包括自己这长相啊、做派啊，很综合，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结果。但是呢，大多数人成不了角儿，
但是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成为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呢？我每一个角色我都不放过，我认认真真的琢磨戏，每一个角色我都对得起他，都是我个人能力的巅峰体现。你这样持之以恒的往下演下去，你早晚对这个人物的认知、对演技的把握能够达到巅峰状态。像我们刚才说秦沛了、吴孟达呀、罗兰这样的，他就属于到了艺术家的水准。那么艺术家他不一定是角儿，但角儿一定得是艺术家。角儿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天赋和机遇，但是艺术家凭借你持之以恒的努力，你能在行业里达到这个高度。所以对于大多数看起来不能成角的平凡普通演员，你还有一条艺术家的道路可以走。而罗兰就给我们一些后进的演员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榜样和机会。就你看罗兰他的走这条道，你就知道我们在演艺界里，如果你天分不是很够的话，你应该怎么往前走，你应该怎么样对待艺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人生。我们有时候啊，看电影、看电视剧，或者说是读一个文学作品，如果这里边有这么一类形象，你往往会觉得毛骨悚然。什么呢？女鬼，这阴气太重太狠，很多人害怕。那么影视作品里一旦有这个形象，也大多是阴森可怖的。你看，包括一往情深的女鬼也挺可怕。咱们看《胭脂扣》里梅艳芳演那个女鬼如花那形象也挺吓人的。可是在诸多女鬼形象当中，只有这么一个人演的女鬼，不仅不让你害怕，反而呢让你产生爱恋期待美好等诸多的感觉。你看到这么个女鬼，你才想起那句话，什么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个女鬼形象是谁演的呢？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都猜出来了，《倩女幽魂》里的小倩，王祖贤演的。鬼跟人一样，有好有坏。世界上许多人害人比鬼还凶，而有些鬼含冤难雪，受尽阴寒，无法超生。事实上，鬼有的时候比人更善良。就真没见到过哪个女鬼演的像王祖贤这么飘逸、这么性感、这么漂亮、这么温柔可亲。咱今天就给大伙说说王祖贤这个人。他以聂小倩颠覆了女鬼形象，也惊艳了几代人的时光。他让女鬼变成了美丽的代表，却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从大众视野中消失。十几年爱恨纠缠，相看不顺眼的王祖贤和齐秦为何走在一起？为什么十几年的恋情却在谈婚论嫁时结束？齐秦那些经典情歌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女鬼代言人说这个《倩女幽魂》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聊斋》里头的这小倩呢是个女鬼她让她的这个上司给命令你得勾引男人，怎么如何的，反正也是类似《聊斋》画皮里那个套路，勾引男人然后把人弄死怎么样。本来这个《聊斋》的故事写的也挺阴森可怖的，但是到《倩女幽魂》里一演，大家看不一样了。张国荣演宁采臣，王祖贤演聂小倩，这两个人一搭档，给我们感觉就像周星驰的至尊宝和朱茵的紫霞仙子似的，绝配。而且王祖贤在这里演绎的女鬼形象呢，跟宁采臣谈恋爱的时候就变得温柔可爱，偶尔呢决绝果断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杀机。就整体来说是个高贵冷艳，还有点那么温柔的形象，非常复调。但是这个女鬼不让你觉得可怕，觉得可敬、可亲、可爱。尤其是这个电影那主题曲张国荣唱的很多朋友都会那个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这歌本身就渺渺茫茫、飘飘渺渺的，在王祖贤的扮相这个长衫水袖在银幕上一飘逸起来之后你感觉那不是鬼气，有几分仙气。所以这个电影《倩女幽魂》80年代上映的时候，在香港影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说徐克作为导演
真有才华，能拍出这种感觉的鬼片来啊！最后是这种东西，所以很多人现在一提起经典爱情，甚至都能提起宁采臣跟聂小倩，就张国荣跟王祖贤演着。所以这里头张国荣演技不用说了，很高明。这个电影之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呢，要排第一位的功臣得是王祖贤，就这个鬼的形象又立不住，这片子整个就立不住了。所以这个片子在当时引发的轰动啊，很了得。而且那时候王祖贤呢刚涉足影坛，是个新人。在那之后呢，他又拍了《画中仙》呢，等等等等啊，10好几部鬼片，而且还把这个《倩女幽魂》呢，又拍了第2部、第3部。第2部叫《倩女幽魂之人间道》，第3部叫《倩女幽魂之道道道》。小倩，係我啊，乜你唔認得我啦咩？我哋係忠良之後，本人係傅清風，佢係社妹傅月慈。諸葛前輩，前輩見到你也好了。你看那邊有個東西在動，你快點護着我。你的腿，你用手摸摸我的心，是不是跳得很快？哎呀，差點破戒。我不可以亲近女色，我讲到了，我们拿经出来一起念，鬼就不会来了，就成了个系列了。现在成了大家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和鬼有关的片子。那么我们得说王祖贤是怎么获得这个角色。王祖贤你看着漂亮啊，性感啊，大长腿啊。其实王祖贤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他不是这个形象。王祖贤的个儿比较高，他比张国荣还得高点。原来他干嘛的呢？年轻的时候啊，就在中学的时候啊，他是个篮球运动员。那时候梳短发，你要看那张照片跟个假小子似的。但是由于长得太漂亮了，有人说你呀就别正常的说还高中啊大学，上那个台湾的一个就是政府主办的那么一个艺术学校，你考那儿去吧，那里头俊男靓女。王祖贤17岁上这学校的时候，开学那一天，他上边几个年级的男同学都在校门口等着要看他。为什么？他那会儿已经有点小腕了，他拍了一个阿迪达斯运动服的广告，在电视里一放呢，这小伙子一看，哎，没见着这么漂亮的，还有运动气质，还这么好看，倒等着看他。所以他在学校里当时就出了名了。这时候呢，演艺公司不能放过挖掘新人的机会，请王祖贤出来演了第一个电影，叫《这年的湖畔有些冷》，叫这么个名字。我叫江若萍，长江的那个江。江。假若的那个若，浮萍的那个萍。江若萍。哎，那条板凳呢？板凳。要说他跟这女鬼这角色有缘呢，他拍的第一部电影他就演个女鬼。你看，这人有时候跟哪个角色结缘呢，很奇妙的事儿。就这么的，他就走向了这个影坛。因为那个时候有个特点呢，台湾的这个演艺市场啊，没有香港发达，所以当时香港的演艺市场的产品呢，包括歌曲啊、电视剧、电影啊，比较多的是放到台湾。所以王祖贤当时就考虑说，在台湾发展受限制，去香港发展。就这么到香港的时候，他跟徐克导演合作过一个片子叫《打工皇帝》，徐克对他有点印象。你等徐克要拍这个《倩女幽魂》的时候，徐克开始根本就没想王祖贤。王祖贤毛遂自荐，徐导认识啊，我来试试镜。我说你不行，你这个儿太高，你比张国荣都高。这谈恋爱我们知道很好的片子，你看韩剧都是宋仲基啊什么的啥的，那男的得高，女的得稍矮一点，最好差半个头。半个头有什么好处呢？这脑袋一歪，正好能靠到男的肩膀头上，你看着好看。你说这女的脑袋一歪，枕到男的脑袋上去了，这就难看了。所以说你这不行，王贤我试试，那行吧，你试吧。结果王祖贤把那古装一穿，就那白袍啊，那时候一穿，现场试镜的人，尤其男的，眼睛拔不出来了。哎呦我妈，太漂亮了，真好看了。快点上来。哦，小姐，对不起，夜深了，太黑，我看不见。明天一早就替你捞起来。这水是又深又冷啊。怎么你的手比我的手还冷啊？因为你比我热。小姐，
你们这代人说话习惯是不是都喜欢靠那么近呢？我需要你给我一点温暖。小姐，你没事吧？很多人说徐导啊，就他吧，太好了。徐克在街上一看，哟，也眼前一亮，没想到王祖贤古装扮相这么漂亮。就这么，徐克说好，我用你吧。他从这上就出来了。这王祖贤呢，这等于凭着这个电影大火特火了。我们现在有人一说王祖贤那时候火，跟他同时代的林青霞了啊，这个张曼玉了，说这些人你看这些年还都有动静，复出了，拍这个片子拍那片子，参加综艺节目。说怎么王祖贤现在没动静了？我告诉大家，他2001年就退出娱乐圈了，2004年短暂复出一段时间，从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12年，他没踏足娱乐圈了。说他怎么就突然间息影了，就不干这行了呢？这和他的感情世界有关。说到他感情世界呢，咱们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王祖贤跟齐秦啊，台湾的大歌星齐秦有段纠缠不清的这个恋爱历史。确实，齐秦呢，对于我们这个年岁人来讲呢，齐秦应该就像我们的哥们儿一样，因为当年呢，我们高中啊、大学的阶段呢，是齐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很多人一听齐秦的歌呢，觉得啊，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什么什么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些歌已经不是齐秦的巅峰状态。齐秦的巅峰状态是80年代末那段时间，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狼一、狼二、冬雨、花季、狂流、自己的沙场，这些歌是我们读书那个时代的一些经典作品，那他最好的时候。齐秦跟王祖贤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呢？因为齐秦在80年代中期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他出了一盘那个唱片叫《狼》，咱们现在很多朋友也记着那个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这歌当时大街小巷全是。结果这个唱片出来之后，齐秦火了，那个演出市场就有这个特点，哎，你是这个歌而优则演，演而优则歌，哎，就说你要唱歌唱得好，就有人找你演戏，演戏演得好，有人给你出唱片。当时呢，演艺公司就琢磨让齐秦呢演电影，这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也和音乐有关呢。说是这男主角是齐秦了，捧他；女主角谁呢？挑吧，一堆这演员照片放着，让齐秦自个儿挑。齐秦一眼看着王祖贤，那会儿王祖贤也是新人嘛，看为啥呢？一个王祖贤是台湾人，齐秦台湾人，俩人好沟通。再一个，这太漂亮了，这就这么定了。然后王祖贤从香港坐飞机回台北，齐秦呢，为了跟这个合作伙伴呢拉近关系，其实他看王祖贤漂亮也是，因为哪个这个男演员跟一个美女搭戏，心情舒畅，所以这齐秦自己亲自到机场接王祖贤去。一看王祖贤下了飞机了啊，他很高兴上去了，他准备个什么呢？一个大的花环，很漂亮的花环，鲜花，上去也没说，哗就套王祖贤脖子上。王祖贤第一眼看齐秦啊，他跟我搭戏，他歌我倒听过，挺好听，怎么这么矮呀？因为齐秦比他个小，这心理上就不愉快。这一套花环，他脸歘就撂下来，为啥呢？王祖贤花粉过敏，这花环一套上，一会儿这鼻涕眼泪就下来，他过敏。说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粗鲁呢？一点也不绅士，上来就给我套花环，这套花环还套花圈呢，这心里头不痛快。结果俩人吧，第一面就不愉快。不愉快，就齐秦也挺来气。哎，你看我这么大腕，你看不上我，所以在片场拍戏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故意，因为说好下午1点开戏，齐秦3点再来，让王祖贤化好妆在那等他。所以俩人一开始关系并不怎么好。后来齐秦呢，这个剧组一看说你俩这么闹不行啊，我给你们设计个场景吧，你俩亲近亲近，怎么的？说这个王祖贤你不想唱歌吗？学唱歌吗？现成的，那搭档齐秦大歌星啊。那他来教你，跟齐秦说，齐秦说行，定好了。第二天晚上几点在录音室，哎，他过来教你唱歌。王祖贤呢，5点钟就到录音室了，齐秦也不来。齐秦是故意的，诚心在外边跟哥们喝酒，喝着醉醺醺的，8、9点钟再回去，我就把你晾在这儿。王祖贤这会儿呢，等他，等就来气了，他得吃饭吗？给我拿瓶酒。他在这儿也喝上了，到8、9点钟，齐秦醉醺醺回来了。王祖贤一看他回来了，指着他鼻子就骂：“你多大腕啊！我等你这么长时间，不跟你学了。”拿起包就要走，齐秦不看，你别走。这王祖贤那不行，
我今天非教你唱不可。这俩人都有几分醉意了，你教我，我学。借着几分醉意啊，你知道这90色媒人，这俩人眉来眼去的就有点意思了。哎呀，这个咱们不了解人家隐私啊。据说从那天之后，这王祖贤就爱上齐秦了。你这老天爷没地儿说理去，俩人喝多了还好上了。这那个时间呢，王祖贤经常在香港，齐秦呢在这个台北。有时候王祖贤飞回台北看齐秦，就他俩一开始就是齐秦不去香港看他，王祖贤飞回来。咱们现在知道有一首歌《轻轻的我将离》，这歌大约在冬季很多人都会唱嘛。这歌就是王祖贤从香港飞回台北，急急匆匆回来看齐秦，结果很累很困，在躺椅上就睡着了。齐秦呢在那正创作歌曲呢，一下看着王祖贤睡着了，挺心疼。根据这种长时间离别、短时间相聚的甜蜜和期待，10分钟以内写了《大约在冬季》这首。这《大约在冬季》这歌是这么创作出来的。他俩后来呢，刚才我说了，齐秦呢是一般不会从台北到香港看王祖贤，王祖贤呢得经常回来看他。王祖贤那边的演艺事业这个时候已经起来了，他也很忙，所以这来来回回，王祖贤有的时候也费劲。这个时候由于他俩都出名，这记者就热炒。这一热炒呢，给两个人压力都挺大，有狗仔队跟着。齐秦提出是这么着，咱俩对外假装分手，各发展各的事业，省着狗仔队跟着。两个人宣布分手，没想到后来还真分手了。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齐秦没有多少时间陪王祖贤，另一方面这时候有第三者趁虚而入。这第三者是谁呢？咱们现在要经常看香港电影啊，你能在片头看着他，就出品方是吧？环亚娱乐集团，出品人林建岳，这个人叫林建岳。咱们现在看什么投名状啊啥玩意儿，都是他们投资拍的。这林建岳他爸爸呢是这个香港原来的电视台的老板，认识王祖贤的时候呢，他已经结了婚了。可是他俩在一起呢也没捞着好，为什么呢？这个林建岳家是豪门，你要记住，嫁入豪门呢是个很困难的事儿。为什么？他不是两个人的问题，背后7大姑8大姨，豪门规矩非常大呀。林家在香港很有声望，一说我这孩子没离婚了，结着婚了，外边又勾搭个女明星，这可不行。尤其是林建岳他母亲跟儿媳妇关系非常好，说这哪行啊，这不孝之子。最后到什么程度？跟林建岳谈，你在家里本来你是小儿子，你这样的话家产都没你份儿，这个压力就太大了。而且这个时候香港的这媒体呢，你想他俩在一块儿多大个新闻呢？这狗仔队天天报道，一看呢这种程度，林家不同意，媒体不太敢惹林家，因为他爸爸电视台台长，老板那是不敢惹林家，那就把所有脏水都往王祖贤身上泼，骂王祖贤啊，你勾搭有妇之夫啊，如何如何，这脏水全泼王祖贤身上。王祖贤就有点受不了了，这时候他觉得人这个命运呢，真是，你说跟齐秦我原来那么爱他，他不搭理我啊，我这边这一个觉得挺好，又出这事儿。那时候开始王祖贤信佛了，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那么呢，这老天爷啊，让你跟谁呀，不论善缘孽缘，不会一把就拉倒。回过头他跟齐秦他俩又好上了。他怎么？王祖贤这时候挺伤心，说我上加拿大待一段时间，平复一下心情。哎，在加拿大听到齐秦出的一首新歌，叫《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他一听这歌，他敏锐的感觉到这是齐秦写给自己的，这歌词什么心境都对。而这时候齐秦又想起他来，给他打电话，俩人就这么又好上了。96年、97年俩人又复合，没想到到2001年出了个事儿，又散了。什么事儿呢？齐秦有个私生子。就是齐秦这个人本身呢，早年的生活呀是很不安定的。他刚开始当上这个驻唱歌手的时候呢，和他一样在酒吧驻唱的有个女歌手，他跟他好上了，好上之后就生了个孩子。这孩子齐秦也一直掏钱抚养，但这个事齐秦呢可没敢跟王祖贤说。你看他俩86年认识的，到2001年齐秦才告诉他，15年之后告诉王祖贤，我还有个儿子呢，私生子。说谁都有荒唐的过去，你有孩子不怕，那怎么跟我好这些年你从来不告诉我呢？王祖贤受不了了，说你说这就命运造化弄人。俩人01年以后分开了。分开这个时候王祖贤有点万念俱灰了，
拍完《游园惊梦》这片子呀，他宣布退出娱乐圈。就是我想这个和什么有关呢？王祖贤信仰佛教，就是你记住，娱乐圈万丈红尘当中诱惑太多，无论是金钱呐、美色呀、权势啊、话语权，很多人很难拒绝这诱惑。所以我们刚才说王祖贤能够在自己正火的时候，虽然感情世界受到打击，但是他能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娱乐圈，这说明他的信仰足够坚定。所以当我们人生当中如果要想拒绝诱惑，完成自己一个真正的目标的时候，首先一个决定因素是你的信仰够不够坚定，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你对事业的这种坚定信仰。所以你没有这种信仰的话，你想在一条道上持续的往前走，或者毅然决然的抛弃掉昨天的我，那是非常不容易。路隨人茫茫